Hello，大家好啊！嗱，咁呢集咧就講九運時事同國運嘅第二集。咁中國嘅國運會點樣呢？中國嘅國運又點樣睇嘅呢？咁其實咧呢一個咧又係重複過往嘅內容。咁因為我喺2020年咧就開始一直強調一個話題，就係九運一定要向北先至算得上好運。咁中國嘅國運咧就睇天安門喎。中國咧就只有一個地方嘅建築物係向北嘅啫，重要建築入邊就係毛澤東紀念堂啦。咁有冇發現咧？好多大國嘅首府同埋官邸咧，佢哋都會將所有嘅文化、考古同埋智慧放喺一個重要嘅地理位置上邊，去興建一個代表性嘅文化建築咧。咁無論東西方啦、穆斯林國家啦，佢嘅文化建築咧喺東南西北嘅八大方位咧，佢一定會調得非常之準，而且咧佢仲會運用大量嘅幾何喎。咁天安門廣場咧，點解會有一個毛澤東紀念堂嘅建築咧？咁實質上咧，佢最初咧原來係作為一個風水嘅按山之用。咁北京人咧，佢有一個特點，佢嘅行事性格咧，點解會比起西安同埋其他嘅北方城市會顯得更加保守咧？咁原來咧，佢哋嘅四合院建築咧，就鍾意用高牆將自己圍起身，係同呢一個風水有關嘅。咁原來咧，呢個就係針對中國文化而喺風水嘅名堂上邊會使用到按山嘅原因。咁而家咧就九運啦，成個建築嘅按山咧就成為咗呢20年嘅靠山喎。咁可以咁樣理解，九運咧係需要用到呢一個建築物先至能夠壓穩呢一條子午線嘅大局。咁呢一個咧係第一個好處。第二咧固然之係作為按山之用啦。咁第三呢個設計咧係為咗去確保三元不敗嘅佈局工具嚟。咁所以咧呢個按山放喺呢度壓住呢條子午線咧，其實係一舉三得。咁呢個咧就係點解天安門將紀念堂設計成依家現今局面嘅初衷嘅。咁有人會問，究竟會唔會回頭睇呢？會唔會倒退呢？咁其實咧，每一個建築嘅山星，亦即係話主宰呢20年嘅元運星，佢如果失令咁計咧，就會影響該建築入邊嘅精神同埋智慧。咁如果相反出現當令咧，咁呢樣嘢咧，大家就自己諗啦。一個元運就主宰20年喎，咁所以可以見到咧，九運呢20年咧，亦都只有毛澤東紀念堂係最有氣運嘅。當然啦，呢個係國運啦。咁如果係論文化咧，佢始終咧都係西安僅次於第二嘅。咁因為咧，佢嘅南邊咧就係中國龍脈嘅脊椎骨。咁終南山呢個地方咧就係道家嘅發源地。咁會唔會九運道教會跑得贏過佛教呢？咁因此咧，九運咧佢係一個政治運，只有到咗一運咧，先至稱得上係一個財星嘅大元運。因為咧九運咧佢始終係向北，咁向北一定係睇政治嘅，因為南商北正啊嘛。咁大家有冇發覺咧？中國同美國嘅子午線咧，佢嘅外圍咧都係有路衝嚟貫穿嘅，因為咁樣咧係可以用嚟應對向星朝北嘅時運，包括流年，例如九運依家嘅20年。咁就發展進取而論啦，百運咧就利慢，九運就利快。百運慢好，九運就快好，因為百運咧就屬土，土星主宰，土星嘅行動咧就最緩慢嘅。八字命理入邊咧，所有嘅華蓋星咧，全部都係同土星有關嘅。因為咧，
去30年先至轉一圈。咁因此咧，八運咧係沉穩啲，會非常之好嘅。咁但係而面對九運咧就相反啦，九運一定要反應快，因為九運屬火，五行入邊咧水火除咗主虛之外咧，呢兩個咧都係叫做最唔穩定嘅五行元素。咁所以八運要賺錢咧就一定要慢，急反而唔好。但係九運咧就一定要快，慢一啲都唔得。即係如果喺進取發展而論，咁所以土星其實喺九運咧，佢係屬於失令嘅。咁當然啦，就發展進取而言啦，九運咧佢唔係要你快，而係要你適應呢一個元運嘅急劇變化。咁話說回來，點解喺九運要適應元運嘅變化呢？因為九運咧其實佢係旺子午線嘅喎，咁子午線咧其實係煞氣非常之大嘅，直來直往，最專之氣無情嘅，而且人會變得好粗魯。一般嚟講咧，尋龍點穴、選址祖山，當遇到強龍來脈嘅時候咧，一般都唔會選子午卯酉嘅坐山坐向嘅。特別係立碑啊，因為每逢到咗呢啲元運啊、年份啊，因為煞氣太大，稍有不慎就會有險，若有煞必應。咁所以有經驗嘅人咧，佢都會知道呢一個學問。咁原來咧，乾坤艮巽嘅坐山坐向咧係最有情嘅喎，亦即係話2、4、6、8運嘅呢個坐山坐向，因為呢4個方位咧係最容易化煞納氣。點解咧？因為人生自害咧係代表4長生最有情嘅，咁所以咧24山入邊咧，佢選旺山旺向咧幾乎係唔會用到丙、午、丁3山，因為佢係坐南而向北。咁所以咧，呢個就係南北線煞氣最大嘅原因。所以咧，九運咧呢條子午南北線咧個節奏咧係非常之快。咁佢有一個特點就係無情、直來直往同埋粗魯。對每個人最大嘅影響係咩啊？冇耐性。咁九運咧有一個主卦係提醒大家，叫做速辟牛吉嘅核心4個字。原來牛咧喺12心事入邊代表丑土，丑土係一年入邊咧冰最硬嘅月份。原來丑咧亦都係代表冷靜喎。咁漢字真相入邊咧就講咗一個秘密俾我哋知，原來咧冷靜嘅反義詞咧就係煩躁。所以原來咧速辟牛吉呢4個字咧係呼籲人喺九運咧需要學識冷靜同埋鍛鍊自己嘅耐性。咁所以咧喺過往嘅一啲學術入邊咧，包括九運筆記咧，我一直強調提到牛即係丑土係已經成為咗九運最珍貴嘅五行元素啦。咁呢個丑土咧喺現代人嚟講咧，原來就係你哋屋企嘅冰箱同埋空調。咁其實咧九運咧，原來咧喺屋企度放多一個冰箱咧，都係一種運嚟嘅，因為呢個係應咗九運主卦嘅4個字，速辟牛吉。咁當然啦，除咗呢一啲遠古嘅文化之外咧，我哋仲係要結合現實，唔能夠太迷信。科學網絡上邊嘅新聞資訊咧，能夠知道嘅知識，我哋就唔需要再去迷信猜測啦。因為要知道咧，任何一個國家嘅強大同埋衰弱咧，係同佢是否民主係冇太大嘅直接關係嘅。因為佢最終咧離唔開穩定嘅氣候，朝代嘅更迭或者係權力嘅顛覆咧，往往都係因為氣候嘅變化或者係斗轉星移嘅磁場發揮到作用。所以咧，現今嘅全球大局咧係唔能夠離開同呢個氣候有莫大嘅關係嘅。好啦，咁呢一集講完。